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6年3月6号，那么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我们从现在开始了，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我们的直播了。那么计划直播30分钟到12点。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确认声音和图像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周末，美东或者美国就要进入夏令时了。那么欧洲现在还没有进入夏令时，到月底欧洲才进入夏令时，所以说有3周时间，从下周一开始，我下一次直播，下周一开始的话，就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所以说在这里做一个提醒，就这3周时间，我们要推迟半个小时才能开始我们的直播，在这里做一个提醒。丽丽朋友，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正常？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正常？或者说其他人也可以，大家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这样的话我们才好开始。因为有的时候我讲了半天，然后很多人听不到。感谢这位朋友确认这个7667，也感谢丽丽确认了。好的，感谢2位朋友的确认。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直播了，简单说一下大盘先。那么现在今天是周五，我们在周一直播的时候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个战争，因为是上个周末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6、7天了，对吧？打了6、7天，在图形上是，但是现在目前还没看到有停止的迹象。图形上有什么变化呢？就是周线上有一个变化，在美股指数标普的周线上有一个变化，就是从7002下跌够一笔了，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新的变化。7002下跌在周线上够一笔了，那么这个成一笔之后，我们要看它的延续性，是要往下继续延续。我们可以从这个前面这个起涨点，你可以测一个黄金分割或者斐波那契。如果说到0.68、0.382的话，就是在6200附近，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拉回到中枢里面，当然是最差的。或者说它到这个，你如果说把这个0.236加上的话也可以，它也可以到比如说0.236，那么0.236也在6490呢，对吧？这是最浅都可以撤了，但是具体到哪儿我们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只是说回撤够一笔了，什么时候止跌或者什么时候要反转向上，那这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周线上能看到的。那么在日线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需要盯着。这个在周一我们做解盘的时候，做直播的时候也说过，6725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6725为什么关键呢？因为6725是这个3笔下跌等比例的位置。那么正好在周二，我做周一直播的时候，在周一直播我们就知道这个位置。那么在周二的时候，它一个开盘之后跳空低开，然后往下走的时候，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朋友如果说你听过我的直播，有没有在盯这个位置，或者有没有在盯这个数字6725，对吧？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又下不去，做了一个空头陷阱，然后快速往回拉的时候，有没有进场？你当时要进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的一个短差，对吧？你如果说知道这些位置的话，你就有目的的等待。这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些技术分析的目的。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等，是有目的的等，因为这些都是已经机构都是按照这些来操作的，对吧？所以说，那么6725当时有一个反弹，但是呢，因为这个战争还在继续。那么又再次回落，今天又再次去测这个6725的位置，然后又往回拉，但是现在不知道。但是唯一的一点不好的就是这个 MACD， 我们看一下 MACD 现在已经开始掉头向下，这想冲到零轴这里尝试过没冲上去，也就是这段时间想尝试往上冲没冲上去。
那么如果说这个 MACD 继续往下恶化的话，那就有可能要跌破6025了，就是说往下走，往下走，那就相当于3不背驰了，3跟1比较不背驰，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如果说跌破6725之后，我们就要进入防守状态。如果说你做多的比较多的时候，那么这个 MACD 如果说在张口张的变大的话，那就坏了，那就可能去这个1.618就6000了。6000这个位置刚好又在这个6600啊，要去6600这个位置刚好又是200天均线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所以说，如果说它6725扛不住，那你就要小心，就做多你就要非常谨慎。任何反弹，如果说跌破6725之后，先减仓，到了6600到6600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个反弹，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1、2、3、4。如果说4是一个弱反的话，还给你一个5呢。如果说5不背驰，那就深了去了，对吧？所以说6725破了它之后，就进入防御状态，或者说你去做空啊，或者怎样也好，去对冲也好。但是6725这个位置，只要破了它之后，那就相当于3不背驰，你就知道3和1比较不背驰。那你任何的做多反弹都需要谨慎。好的，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个位置。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个提问。先看这个 Lily 问了一个 open door 是吧？这个我们也分析过，这个 open door 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个股票，就或者小的盘子吧。它主要是啥呢？这个 open door 应该是一个类似就是一个即时购房的一个平台，它通过这个算法在线向房主提供即时报价。所以说这是一个把这个就房地产的交易流程电商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更新吧，或革新。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在于它这个 AI 估值模型，它会用这个 AI 给这个房子进行估值，对吧？然后还有它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交易数据、历史数据，能够这个降低库存周转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它还是有优势的。那我们看一下它图形上，就基本面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它图形上。那么它在这个即时购房这个赛道的话，绝对是龙头的，尤其是在这个Zillow， 大家如果说你在卖房应该比较熟悉 Zillow 的话是退出了这个赛道，就是即时购房这个赛道。那么看它，我们之前说过它这下面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冲上去之后，这次回拉还是周线的一个2买，就潜在的周线的一个2买。如果说回不到其实这个平台的话，还是一个3买，但是它现在已经，我们把这个周线这个大中枢给它拽出来，它现在回到了周线这个中枢里面来，周线的上沿在这里，对吧？现在是慢慢的一个阴跌方式回到中枢里来了。那么现在底分型也出现了，周线也出现了底分型，然后丽丽说打算建仓，现在周线已经出现底分型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MACD 也是回拉零轴，现在有希望这个走缓或者说收平，都是非常好的迹象。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周线上只是出现底分型了，我们需要看一下日线上它的一个结构，是不是有一个日线的这个结构是不是饱满了呀，还是怎样？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我们把它拽过来。那么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我们看一下，大概看够不够9段。这是一个进入段，1、2、3、4、5、6、7、8、9，刚好的9段，看到没有？刚好一个9段，然后一个下来。那么现在这个反弹的话，不够比，这一笔反弹是不够比的，然后现在也是，你看它的裸 K 的话，也是挂在了这个200天这里，然后这个 MACD 也是开始有上来，但是还没有张开口。这个 MACD 的快面线，如果说张口的话，才可能往上冲，对吧？现在是在这个小周期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这个1小时上这里是有个，或者30分钟上这里有个中枢。目前看它上冲的动能没出来，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财报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冲上去。那么估摸着是现在这个下跌这段没结束，就从这个 7.92。如果说下冲，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有可能让这个结构更饱满一点，就这个下跌的结构更饱满一点。
这个饱满之后，再看它是不是有力度的往上冲。就是我的建议呢，如果说想建仓的话，就再次跌破这个位置，看它能不能给你做一个空头陷阱，4.26。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位置跌破它，然后再次跌破4.26的话，然后还没有力度，因为这个 MACD 已经快到0轴这里了，很容易出现背驰的，就相当于什么？就是你的股价比前面这个下跌的这个4.26要低，但是 MACD 想要砸到比前面这个还要低的难，就是非常难，就很容易出背驰。所以我的建议是，它再次等一下，等它什么时候跌破4.26之后，这个里面不能有力度，必须要背驰性的，就小周期里面这里有背驰跌破4.26。如果说这个快速下来，那你就不能进，对吧？那就因为它可能会小周期里面不背驰啊，所以说跌破4.26之后要看。如果说出现一个背驰的跌破的话，那就可以尝试买了，因为它有可能要结束这个。虽然说这是一个9段的一个中枢，按照正常的话，就级别分析的话，它需要2次反弹，还是前面这个中枢的3脉，然后再打低点，这就是一个盘整下，才有可能结束。但是现在目前看，如果说它能够再次跌破4.26，哎，小周期给你跌破，然后快速往上拉。有可能出现逆转，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周线上，因为这里已经回撤够一笔了呀。再次看一眼周线，周线上已经回撤够一笔了，所以说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出现这种有希望往上走的一个可能性。但是短线的话，我的建议是再次跌破4.26。如果说你怕跑上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眼，最后看一眼这个1小时上这个中枢，这里是一个下。然后一个上，然后下上，对吧？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所以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小中枢来做震荡。然后它这里如果说这么画的话，那就有出现3买了。我们这么画，所以1小时中枢在这里，你可以先利用这个1小时的中枢，先做一点点的拿一点小仓位来这个做差价操作。因为它如果说快速上去的话，你很容易踏空，对吧？你这样的话，它踩到。比如说这是120均线，120小时均线踩到这个下面，你看它这里踩过下面都被拉回去了，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到120小时均线这里买一点先，防止它突然上去。突然上去的话，你不是没仓位了吗？如果说苦等这个跌破4.26，它不跌破的话，那不是白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可以先买一点。如果说跌破4.26没有力度跌破的话，再加仓，可以这种方式防止在这里踏空。好的，这是这个 open，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这个58499这位朋友问了一个 EXPE， 这个我们好像之前分析过一次，我不知道上次是不是你来问的这个票，因为问的人比较少，这个，对吧？那么之前好像也是，出了一次财报，应该是财报前问的还是财报时候问的，忘了。但是呢，这个就是 EXP， 大家应该都知道 ，Expedia Group 就是全球领先的在线旅游平台了。但是它旗下也有很多公司，它这个 Expedia 是它一个，然后还有什么 Hotels.com 啦，对吧？它主要就是一个 B2B 的一个合作伙伴业务。然后但是呢，它比那个 Booking.com 或 Booking 的话稍微小一点，就是在行业里面它不是龙头。Booking 的话应该是算是这个行业的龙头。那么这个 Expedia 的话，它应该算是老二。那么它跟那个 Airbnb 什么的，什么那个都是算是竞争对手吧。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图形，在这个财报的这天是2月12号。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做它。那么现在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底分型，出现了一个强底分型，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那我们之前好像说过，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区间，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然后上次突破这个通道又被砸过来了。但是在周线上看，有一个好的迹象，就是刚回到通道里面，然后形成了一个支撑。如果说这里能有力度的撑起来的话，那要走起来的话，那有可能再次去尝试突破303这个位置，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在日线上，这些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周线那个底分型，但是呢，
现在日线上也只是一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上。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简单的看的话，在日线上这里有4根 K 线，说明在1小时或30分钟，甚至是1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对吧？这样有进入段，然后有离开，明显离开是强的。那么我们这样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那么在1小时的话，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荡，然后下这里是不够，所以说1小时是不够中枢。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我们有30分钟上有中枢，主要目的是找到中枢。找到中枢的话，我们就好以中枢为这个分析的中心来看现在的位置跟中枢的位置是处在什么位置上，对吧？以这种方式来判断多空强弱，多空强弱。就任何的分析方法，我在这里其实在我这个直播中说过很多次，任何的分析方法，你用缠论也好，你用均线也好，你是用什么趋势线，你还是用什么道氏理论，什么这个网格交易，就是这些还是什么 MACD 啊，什么 RSI， 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来告诉你什么呢？就是来告诉你多空强弱，就是现在谁强，我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所有的技术分析的目的都是这个目的。所以你用什么来分析都无所谓，其实你用缠论分析还是用均线分析，那么这是明眼你一看就是强嘛？为啥呢？它首先在中枢上面，然后这个2个长期均线就在这个周期上，它肯定是表达强的，对吧？所以这现在是强势状态。那么强势状态下，你肯定是买回落呀，而不是去追涨。所以说，在这个周期上，我们就知道现在是多头是强的，我肯定不去做空它。如果说你有能力做空的话，尽量是在它下面做空。就是说，越弱的你才要去做空的，而不是去做空强势股。很多人就愿意这个刀口舔血去做空这种强势股，然后赚那么一个，比如说赚个1%、2%，啪，然后人家就上去了。你要么就赶紧跑掉，或者说你要眼疾手快的把这个回落吃到。但是那个是难的，晓得吧？你逆势做交易是难的，顺势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买回落，那么你看它这里还给了一个3买。这里还给了一个3买，就在30分钟上还给了一个3买。那么这个30分钟上是这么一个交易，现在这么一个图形。现在这是30分钟的一个结构。那么目测的话，好像等比例或者说比等比例能够大一点，我们测一下。现在是不背驰，这3已经到了 1.618 了，等比例在239、240附近吧。那么现在的话是在240之上。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冲高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说，首先在这个第3段，这个内部肯定是里面有结构了，它冲上去又下来了嘛。那么现在它需要选方向，要么是再次突破前面的这个252，要么是再次跌破这个238，对吧？只有这样的话，在30分钟上才有方向。所以你在30分钟这个级别是没有办法做的，你需要去小周期5分钟上去看它的这个结构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那么如果说你是做多的人的话，那就首先你可以继续拿嘛。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在这里它跳空上去的话，你减仓过的话，那就等待它再次，比如上去，那就继续拿有你的底仓。如果说再次跌破这个238，那你可以去测一下它的回落的位置，对吧？我们刚才把这个加了很多，我们把这个其他。我一般用3个，我一般用黄金分割用3个。如果说到了这些位置的话，对吧？尤其是跌破238.82，也就是说到了236.37附近，236附近吧，那就肯定要买回来。就是说，你敢卖，上涨的时候卖，下回落的时候买，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节奏是对的，而不是说涨上去我追，然后下来我割肉，那就是一个错误节奏。所以整体来讲，什么时候你看到这里出来2个中枢了？才有可能结束这一笔上涨，这个没结束，就是说日线上这一笔的结构没结束，它在30分钟上需要出现2个中枢才能够完成这个上涨。之前有个朋友问过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一定要2个中枢上涨才能结束吗？一定要趋势上才能结束一个上涨吗？当时我忘了谁问的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不是，但是。想要下来的话，比如说我带一个中枢，我这里给一个3买，然后这样结束，作为一个盘整上结束，可以的。什么情况下能下来的话，必须要一个快速杀下来，就是说首先要把这个3买杀掉，然后一个反弹这样走，才有可能出现。哎，我从这里断开了，左侧这些是
一个趋势上，右侧有可能是一个5浪下或3浪下，这种情况才可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之前，也就是说出现一个3买跌破之前，大概率是要在这里做中枢，2个中枢趋势上结束，对吧？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能够预测出来，它是一定要2个中枢结束它，或者说是一个中枢结束然后开始走反向，没有办法预测到。但是现在多头是强势状态，在强势状态下，你就要预测它这里是一个那个盘整上，那这是不现实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做交易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什么更可能或概率更大，你肯定是往那个方向做呀。我们之所以这个说的那么详细的原因，是因为任何的股票都是这种分析，你只要学会了这种方法以后，你可以用到你所有的其他股票上。好的，这个已经说完了。你如果要想建仓的话，那么就只能等待再次跌破它再建仓，而不是说往上走建仓，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耐心等待就好了。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有一个7667朋友问了一个 Robinhood。那么这些跟比特币相关的这些票的，目前都被打压的比较厉害，因为他们都是比特币相关的嘛，对吧？那么比特币不涨的话，他们因为 Robinhood 就是之前出了比特币的一些那个相关的交易的一些业务，才这波出现大涨，就从这个29涨到153，这波就是因为跟比特币相关的业务出来。那么现在又被砸回来了，也是跟比特币的下跌有关系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它的结构，现在周线上它从这个29.66上涨的一个回落，刚好到了0.618了，然后还出现底分型了，这都是好的迹象，就是有可能要止跌了。任何的止跌你都需要有底分型啊，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上面的转折要有顶分型，对吧？顶分型没有，底分型没有，不可能转折。你如果说不转折，都连转折的迹象都没有，你去做多，那你不是这个刀口舔血吗？或者说你这逆势啊，一点点的这个技术的信号都没有，你怎么做呢？所以说我们都是，而且缠论这就是好的地方，有无底分型，一眼就看出来，因为它有严格标准，不需要猜。很多技术分析难就难在它需要猜呀。或者说需要蒙，就大概可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缠论不会，有没有底分型不就一眼的事吗？现在已经出现底分型了，我们就在看，那就假设这里，我现在大胆假设这里要给我反弹一笔，那么我们可以反向来测它的这个黄金分割的反弹的潜在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如果说只是一个很浅的反弹到100附近的话，没有问题呀，那就是一个。前面如果说按照前面这个下来的话，它就是一个1、2、3、4、5、6、7，给你一个7的反弹，然后再有8，还是在这里做中枢，那相当于这里，那下面还没有中枢，因为从这个最低点，最低点在6.81呢，6.81是最低点，下面有一个周线大中枢，它可以完全在这里做第2个周线大中枢，对吧？所以这笔反弹先看到100，如果说强的话，当然是可以到，甚至是微转也可以，但是那都是后期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底分型了，又要这么计划，所以说69.22是肯定不能被跌破的，跌破它意味着这个下跌没结束，需要延续。那么很多时候其实可以，比如说你非常看好这个公司或者非常了解这个业务，其实可以分仓进或分批进。出现底分型了，我买一点，跌破它了，然后再次出现底分型，我再买一点，就是连续只能做3次。比如它再次下跌，然后又出现底分型了，我再买一点，我再次下跌，我再买一点，就分3次。这里我买1次，这里买第2次，买第3次。如果说出现3次，你买了3次之后还往下走，那就说明你的判断有问题，不是每出现一个我都要买，而是我要结合双出发。首先要有底分型，然后再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里面有背驰，有盘整背驰，是一个3背驰还是一个5背驰，还是说带中枢的，还是说带1个中枢，还带2个中枢？我们是两个这个角度结合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进场的这个位置更接近那个拐点，晓得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有底分型了，但是我还要分析它的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了、充分了，是不是这里有大概率能转折了，我才可能进，而不是说出现底分型我就要进，对吧？那么在日线上看它的这个结构，上面有一个大中枢。
然后开始走一个离开，这个小 B 段是不背驰的，这个小 B 段跟这个进入段 A 比较是不背驰的，对吧？目测我们能看到不背驰。那么现在是出现一个反弹了，但是反弹的很弱。如果说回不到这个中枢的话，还是一个3脉。那你如果说从这个前面这个起跌点来测它的反弹的位置，现在，但是好在 MACD 已经开始往上走了，而不是说一直趴在下面，对吧？这都是好的迹象。所以这里是有希望在小周期里面有一个。给你做一个结构，可能慢慢磨到这个，比如说磨到96啊，磨到哪儿，磨到100啊，都可能。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现在已经反弹够一笔了，那是不是就是上面这个中枢3脉了呢？那前提是这一段要结束，它有可能没结束呢。所以说这里你就要更小周期的去跟它，需要去1小时甚至去30分钟上去跟踪这段，你才能做好这个它的上涨这一笔。那么在1小时上。这里是出现过一次下上下，而且现在是有了一个1小时中枢了，这里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就说，如果说你要是手里有的话，或者手里没有想进的话，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近一点。就是说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中枢嘛？这里防止它往上走，然后给你一个小 B 段，给那个小 A 段又不背驰的话，那可能希望再走2个中枢出来，那就可能到100那个位置。对吧？它是以这种方式，只要它不快速跌破这个前面这个69.21都可以。目前看是现在撑在了这个120均这里，120小时均线这里，对吧 ？MACD 也没有下到0轴以下，这都是对多头来讲都是一个好的迹象。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没有仓位的话，这里可以1小时这个周期可以近一点，因为这里可以是一个2买。这都是2买，如果是前面这个69.21是1买的话，但是这后面这个2买是结构买点。所谓结构买点，就是构成中枢的这个买点，构成中枢的这个买点，我们叫它结构买点，它可以走离开的。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也离开了，但是没有离开很远，又被拉回来了，那这个位置又变成新的结构买点了，又也是2买，这也可以离去，离开。所以说每次的上去。如果说又被拉回来了，那就是说离开又没成，然后这次成了，那这个就是结构买点。就是每一次回来都是2买，都是结构买点。但是你不知道哪次能够离开，就是逃离这个中枢的力量不够大的话，都会被拉回来，直到它回不来的时候，才是这个要开始在上面做中枢了。所以说每次回来你都要买。每次回来都要买，每次上去了力度不够强都要卖，然后再买，再这个拉回到中枢再买，就是来回这么做差价，其实就是做波段的，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掌握了这个结构，基本上每次上去了力度不够强我就卖一卖，下来了然后看它内部有结构了我再买一买，来回做的话你会做得很舒服，很快你的这个成本就降得很低，因为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区间虽然不大的话。4.5%呢，一个4.5%的震荡区间，你做过几次之后，你拿个10%的仓位或20%仓位来做的话，你来做过几次，你的成本就已经很低了。所以说，震荡不是坏事，看你能不能够利用这个震荡把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成本够低，我就能够抵御这个一直下跌。你把成本降到0，降到负，对吧？降到负数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很多你长期看好的股票，长期做下来，做到负数都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精选个股，首先做这个股票的时候，一定不是只是单纯的做短线。我建议就是，如果说你学了缠论以后，单纯的做短线，只是刚开始做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单纯做短线，比如说拿一个外汇啦，什么那个期货啦。这可以练习做短线单纯的，比如1分钟、2分钟的，1分钟、5分钟的这种，你去做单纯短线没有问题，就是练习你的盘感嘛。但是你做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不要单纯去做短线，因为那个是太累，首先太累，其次呢，这个你单纯做短线的话，你就很容易这个吃不到大波段。像这种大的波段，你如果说单纯做短线，你可能从66.81拿到153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说，单纯做短线，这个既浪费时间，也赚不到什么钱。更好的方法是，选择股票从中长线选，然后呢，短线可以做差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然后长期拿。所以说，我们做短线的目的，做差价的目的是为了中长线持有，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做短线的目的是什么。好的，但是时间已经到了我要结束的时间了，没有办法再分析了。这位7667又问了一个朋友，又问了一个票，但是没有办法分析它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只能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周末就是说美国要进入夏令时了，那么欧洲的话到月底才进入夏令时，所以说从下周一开始，这3周时间我是12点半才开始直播。再次提醒一下，下周一开始是12点半开始直播。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